韩国小姐姐第一次到青岛旅游，不料却频频遭受中国司机灵魂攻击。白天出行刚被司机打击中文不好，差点破了防。你这中文不好。我中文，你中文不好不好，一般。还行。不行。夜晚回城又被当作日本人，惨遭嫌弃。不拉日本人，不拉了日本人，不让上车，不让上来日本人。为什么？你不喜欢日本人啊？我不喜欢人。在油管上，这位名为安吉丽娜的韩国旅行博主，刚到青岛的第二天就发布了一条标题为“为什么中国人会说中国跟日本有仇”的视频，引发国内外网友热议。视频一开始，刚落地青岛的小姐姐原以为中国的环境与印度一样，到处都是不可思议的场景，万没想到这里与韩媒报道的完全不同。这里的街道不仅干净整洁，所到之处皆是美景，而且中国人都十分热情友好。对待中文只有幼儿园级别的韩国小姐姐都十分有耐心。小姐姐是国外最大视频网站上一名来自韩国的旅行博主，曾独闯印度，频频遭到骚扰，导致情绪崩溃，最后哭着离开印度而爆火网络。1年后，因我国对外开放免签政策，小姐姐也有了来中国旅游的想法。因为自身非常喜欢吃海鲜，而网传韩国人身在青岛，完全能够实现海鲜自由。中国旅游的第一站，小姐姐选择距离韩国仅有1个半小时航程的青岛。一路上，小姐姐争分夺秒，不停地巩固刚刚学到的简单中文，但转眼间便已到了青岛。听说中国的出租车比较贵，小姐姐计划乘坐地铁前往目的地，但密密麻麻的中文指示牌她压根儿就看不懂，于是便用标准的中文向身边的大爷问路。地铁在哪？地铁下。这一幕直接让小姐姐的脑瓜子瞬间陷入了盐机，眼看自己的中文并不能有效的沟通，小姐姐只好掏出手机自行翻译，不料翻译软件也连连报错。好在多年的旅行经验告诉她，眼前这排机器就是地铁售票机。想不到中国地铁自动售票机也支持英文，这让小姐姐顺利了不少。第一次使用中国支付宝成功购票的小姐姐，比发现新大陆还开心，直呼在中国线上支付直甩印度几条街。紧接着，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，小姐姐一路跟着人群小跑，成功踏上地铁。哇，이렇게 잘해놨다고？但小姐姐要去的地方还需换乘8号线，与中国人沟通是必不可少的。请问一下，我想去这边。得到帮助的小姐姐一步3回头地表示，中国的地铁站都有这样的引导员，对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简直不要太好了。虽然她是个不会说話的人机。出了地鐵站，天色早已暗了下来，但小姐姐还是被青岛干净的街道亮瞎了双眼。왜 이렇게 깨끗해？ 一直以来，韩媒一直立志效仿西方媒体，不停地造谣说中国非常贫穷，各个城市街道与印度脏乱差别无二致。而从此刻开始，小姐姐再不会相信韩国媒体的胡编乱造了。接着找到酒店，顺利办理入住后，放下行李的小姐姐看着窗外美丽的夜景，下一秒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出门逛逛，顺便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。夜晚的中国比她想象的更繁华、更热闹，处处都亮着美丽的灯光，根本不用担心人身安全。但繁华的街道却让小姐姐一度有些不知所措，只好向路边的小姐姐问路，而小姐姐并没有因她不懂中文而感到不耐烦。想吃海鲜自助在这边然后烧烤、小吃、炒菜在这边。而后更是告诉小姐姐一个吃饭的秘诀，哪里人多去哪里，肯定好吃。随后小姐姐也十分听劝地走向有海鲜的方向，一路上的海鲜店看得她眼花缭乱。看到人少的店铺，小姐姐象征性走了一圈就出来了，直到看到人多的店铺，小姐姐这才进去想要点菜。奈何老板娘递上来的菜单全是密密麻麻的中文，她完全看不懂，无奈老板娘只好叫来一位略懂英文的服务员为她服务。在墙上诱人的美食图片与鲜活食材的加持下，小姐姐最终点了一份爆炒蛤。
得知价格只需18块人民币的小姐姐直接瞪大了双眼，打死她都想不到，在中国鲜活的海鲜价格竟是如此实惠。而爆炒蛤的味道也十分适合她的口味，因为她曾听说中国桌上的东西都需要付钱。小姐姐拿起未拆封的餐具，问身边的服务员：“这是多少钱？”“免费的。”“免费的。”得知餐具是免费的，小姐姐惊讶之余，仍旧保持怀疑的态度。随后加了几串羊肉串与啤酒之后，小姐姐又拿起一盒纸巾问另一个服务员，这回服务员则告诉小姐姐纸巾需要3块钱。为此，小姐姐从包里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巾，随后洋洋得意地表示自己此操作省了整整3块钱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吃饱喝足的小姐姐对着镜头就开始讲述自己第一次到中国的感受。小姐姐表示，她并不想刻意美化中国，到现在中国的华丽给她一种并不真实的感觉。她所见的中国并不是媒体塑造的破败不堪、处处充满危险，而是一个亲切浪漫的地方。中国人给她的印象更是热情友好，每个遇到她的人都十分的友善。那些整天胡说八道、四处造谣的人，应该自己踏上这片土地，感受这里的一切。眼看时间已经差不多，小姐姐起身就去结账了。我想结账，Alipay可以吗？在2位小姐姐的耐心指导下，小姐姐又一次完成了线上支付，转身离开了餐馆。好学的小姐姐边走边练习着结账买单的中文发音。结账买单。然而转眼她就被路边的警车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，一边返回酒店，一边感叹这里的治安。像她这样的窈窕淑女，半夜孤身一人走在马路上，也不用担心人身安全。回到酒店楼下，小姐姐走进一家熟悉的连锁便利店，看到该店铺在中国也售卖很多韩国的烧酒，并且价格都比韩国便宜，这让小姐姐很是不解。于是随后就对着镜头抱怨，韩国的消费水平实在是太高了。然而视频到这里却出现令人想不到的意外。回到酒店连夜对账的小姐姐，第二天晚上同一时间急匆匆地跑回了昨晚就餐的餐馆，询问店家昨晚为何多收了她一瓶啤酒钱。昨天我주문하나만했어为什么？经小姐姐反复核对，才发现昨晚确实多收了她一瓶啤酒钱。为此，小姐姐立即向小姐姐道歉，并退回小姐姐20块钱。 일부러 그랬다고는 전혀 생각하지 않아요. 왜냐면 워낙 친절하고 주는 사람도 많고 그러잖아요. 아무튼 그래도 이렇게 쿨하게 받았습니다. 解除了误会，小姐姐这才拿着退回的20块钱，愉快地结束了今天的旅程。小姐姐在一番精心打扮之后，便开始了今天的行程。走在青岛干净又整洁的街道上，小姐姐不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： 이 도시 계획에 비밀이 있거든요. 没多久，她就来到了青岛著名景点五四广场。虽然今天的太阳有点大，但这里蓝天白云映衬着大海，看得小姐姐心情大好。漫步在五四广场上，小姐姐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过去五四运动以及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。看得出来，小姐姐在来青岛前是做足了功课的，对中国的近代史了如指掌。转眼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处，看着宽大又干净的马路，小姐姐不由得感叹大国的实力与底蕴。宽大的马路不仅干净整洁，而且还能保持一如既往的鲜亮。看着马路上行驶着各类电车和电动车，小姐姐惊叹中国如今大量普及新能源，既能保护环境，还能减少噪音污染，与印度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来到万象城时，鲜亮的地砖犹如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小姐姐直呼韩国媒体报道的中国不是这样的。 내가 생각한 중국이 아니구나. 而进入商场后，不仅各个店铺与她想象中的完全不同，突然出现的巨大溜冰场更让小姐姐惊掉了下巴。 야, 아니 여기는 뭐라네. 아이스링크장도 있네 이렇게. 午饭的时间，小姐姐找到备受韩国人喜爱的外婆家吃饭。 2位吗？1位。我只要等吗？不用。拿到号牌，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后，看着桌子上的茶水，小姐姐犹豫了。这是免费吗？免费。好，谢谢您。确认茶水是免费后，小姐姐这才放心饮用。而下一秒点餐，得知一份麻辣豆腐只需10块钱，小姐姐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反复与服务员确认10元，十元。10元。换算一下好吗？麻辣豆腐10元。不仅如此，
更令小姐姐震惊的是，这里的米饭也是免费的。这个送给我，对，免费呀，免费。9.9的麻辣豆腐外加免费的米饭，让小姐姐感动不已。接着，她又点了一份蒜蓉粉丝虾。相比于其他来到中国后就秒变大胃王的韩国小姐姐，小姐姐的胃口算是比较小的了。饭饱之后的小姐姐计划前去小鱼山公园欣赏青岛更好的景色，于是下一秒小姐姐便掏出手机尝试呼叫中国的网约车。想不到在中国线上打车这么便宜。由于路途遥远，一路上外向的小姐姐用幼儿园级别的中文与司机大哥交流起来。起初大哥还夸她很勇敢，你的胆子很大。胆子很大。对啊，勇敢。勇敢。然而没过多久，画风就突然变了。你这中文不好。我中文你中文不还好，一般。还好，还行。不行。随后更是给小姐姐的中文打出1.5分的超级高分。我说满分是10分啊，10分。你的中文1.5分。1.5分？15%？1.5分？对，这让小姐姐失落不已。你说不好，我相信。终于结束了这段不愉快的旅程，来到小鱼山，登上景观台后，随便一个镜头都是美丽的海滨风景呀。呀，여기 경치 좋다。在山上眺望远处，还能看到海湾中心的码头。小姐姐决定稍后就过去看看。而从小鱼山下来，看着路边共享充电宝随处可见，小姐姐感叹身在中国，似乎做什么都很方便。不过下一秒，她就看到远处当地城管人员正在执法的场景，这一幕对外国游客来说可不常见。看到许多本地人都在围观，小姐姐也停下脚步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果然啊，爱吃瓜根本不分国籍。本着不理解但尊重的原则，小姐姐没多久就悄悄离开了。沿着大学路往前走，小姐姐发现这里似乎是个网红墙，很多漂亮的小姐姐都来到这里打卡拍照。但很快进入下一条街，她就看到了令她难以理解的事情。这里整条街到处充斥着许多动漫元素，而且很多中国游客都在这里打卡拍照。似乎非常喜欢这里的文化，这让他一下子就想起了小时候的日子。来到一个幼儿园旁，看到眼前挤满了许多老人。小姐姐原本猜测这里是个养老中心，近细看才知道，这些长辈是在等待小孩放学，而接孩子放学的家长大多都是男士。小姐姐很是惊奇，因为她以往听到的风声都说中国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，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并非如此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小姐姐终于来到了港口。夕阳下的海面显得格外平静优美，而来到这里吹海风的人也特别的多。热闹之余，气氛也相当融洽。아니 여기서 보는 뷰도 괜찮아. 와우, 어메이징다. 看到流浪歌手在卖唱，尽管听不出来这是梁静茹的勇气，小姐姐还是坐到一边静静的聆听，甚至一度产生了共情。看到地上的二维码，小姐姐二话不说就扫码献出了一份爱心。走在干净的道路上，感受着这份独属于中国的惬意，小姐姐这一刻已经完全改变了此前对中国的刻板印象。 아니 여러분이 상상하는 중국 맞냐고요? 진짜 너무 깨끗하지 않아? 随着夜幕的降临，小姐姐这才意识到青岛是个美丽的地方，无论她走到哪里，身边的环境都是如画的景点。在返程的路上，看着辛苦劳作的清洁工，小姐姐这才明白中国的街道为何时刻都能保持清洁。逛了整整一天的小姐姐最后来到广场，想看一场灯光秀，结束今天愉快的旅程。这个今天不开，不开。周一今天周一不开。星期一不开，明天开。对。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期待的景象，好在青岛的夜景也十分治愈。到此为止，小姐姐这才恋恋不舍地打车，准备返回酒店。然而任谁都没想到，小姐姐刚打开车门上车，就差点被司机当成日本人赶下车。不拉日本人，不让上车。不让上来日本人。为什么？你不喜欢日本人啊？我不喜欢日本人。 일본인이었으면 큰일 났네。 走了一整天的小姐姐感到有些疲惫，于是她在一家按摩店门口停下了脚步，细细询问了项目以及价格后，便以一次美妙的足底按摩结束了今天的旅程。因为周一遗憾错过5·4广场的灯光秀，次日醒来的小姐姐退掉了原来的住处，接着打车来到漳州2路，体验闻名全球的北京烤鸭。
네, 중국에 자랐다 이런 생각이 들지. 为了看到绝美的灯光秀，午饭过后的小姐姐直接来到5·4广场旁的海尔洲际酒店，体验青岛的5星级酒店。你好 Korea? Yeah, 我是韩国人。洲际酒店里似乎每个工作人员都略懂一些英语，这让小姐姐很顺利就完成了登记。在哪儿啊 This way. Follow me, please. 你是很友好。你也是，我就会一点点韩语，什么안녕하세요, 감사합니다, 없어요. 있어요. 아 예. 还没进入房间，小姐姐就被这里的景象震撼到了，而进入房间后更是惊喜不断。 와, 아니 방 왜 이렇게 넓어? 와, 야 이거 감동적이다. 감동적이야. 刚放下行李，小姐姐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酒店游泳池游泳，身处异国他乡，这是属于她难得的惬意时光。刚从游泳池回来，小姐姐就接到酒店的电话，说是有礼物相赠。果然，下一秒，工作人员就提着一瓶护肤品如约而至。 Actually, I think maybe you will like wine, but I'm not sure. So I think for me, the girl, you know, like this one. I like wine more because I can't bring it Yeah. with me because I didn't bring my suitcase. Yeah, it's too big for the airplane, right? Yeah. I leave this here for if you take it, no problem. And later in 5 minutes, I'll give you the white wine, just a small bottle, where Yeah. you can drink. Okay, got it. Thank you so See you much. later. 谢谢你， Yeah, 不客气。谢谢你。 收到酒店的礼物后，眼看时间已到了傍晚时分，此时正是欣赏风景的绝佳时机。于是，小姐姐换了一身衣服就出门了。一路上看到青岛路边也有韩式小吃，小姐姐内心很是快乐，直呼韩国的美食也走上国际了。但还没来得及开心多久，傍晚的青岛如诗如画，很快就让她忘了这一切。 随着夜幕降临，城市各大建筑开始亮起了五颜六色的灯光。小姐姐终于是等到了心心念念的青岛夜景了。 중국은 야경의 진심이다. 이거 전기비는 나라에서 내주는 거야? 누가 전기비를? 夜晚的中国随处都是绚丽的灯光，小姐姐也在5·4广场拍了很多的照片。言归正传。 在5·4广场许久，小姐姐来到一家足浴店，花了100块钱活动筋骨。 2,000원짜리 마사지 참 좋았습니다. 随后，她来到一家烧烤店享受晚餐，一份龙虾尾外加几串烧烤，只需7000韩元，也就是30块人民币。此外，店家还送小姐姐2杯鲜啤酒。 多少钱? 쏨니. 어쩜 왜 이럴 수 있어? 지금 맥주를 공짜로 마시겠어요? 这冥冥中让小姐姐再次感受到中国实惠物价的魅力。第二天醒来，小姐姐吃过海尔洲际酒店的早餐后，便想换个5星级酒店，测试一下中国的5星级服务是否相同。于是她便打车来到另一个酒店。 I think breakfast for you. Okay, thank you so much. 毫无疑问，这家酒店的员工也精通英语，而且服务一点也不差，而且房间视野广阔，性价比极高。 와! 放下行李的小姐姐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该酒店的游泳池，享受独属于自己的时光。而后更与该酒店游泳池管理员攀谈起来，两人越聊越尽兴。得知小姐姐来自韩国，大叔毫不犹豫就想尽地主之谊。然后请你吃饭吧，我请你吃饭。 请我吃饭。对。 眼见大叔如此热情，小姐姐毫不犹豫就与大叔互留联系方式。等到大叔到点下班，两人准时到达酒店楼下，一同前去共进晚餐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想吃鱼。鱼。好。 之后，大叔更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对待小姐姐，不仅带小姐姐避开又贵又难吃的餐馆，还带她勇闯马路。 여기 노상남성이구나. 여기 괜찮지. 50원짜리야. 我今晚请你吃饭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看不懂。你看不懂？哎呀，我看不懂呀。看不懂。因为大叔请她吃饭，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，小姐姐也将此前酒店送她的礼品带来送给大叔。两个本来素不相识的人，因此感情更上一层楼。因为大叔对她照顾有加，随后小姐姐也把自己是个大网红的真相告诉大叔。 哦呦，那你很厉害，祝贺你啊，祝贺你，很厉害。就这样，两人谈天说地，从各自经历到两国制度聊得不亦乐乎。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酒过3巡之后，大叔更是决定明天放下自己的工作，带小姐姐好好领略青岛的异国风情。我明天不去上班了，我陪你，转一转，请你一块吃饭。好嘞，好嘞，明天我没有，我怎么好意思让你花钱？真心对待真心。小姐姐就这样在异国他乡免费收获了一位父亲级别的导游。次日相约时间一到，两人同时出现在相约的地点。在大叔的带领下，小姐姐先是领略了青岛啤酒博物馆，接着又逛了台东步行街，最后来到一家名为东镇老火锅店吃火锅。夜晚的时间还与大叔体验了一回广场舞，结束本次愉快的青岛之旅。到此为止，第一次中国之旅就彻底颠覆了小姐姐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固有印象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정말 행복한 동행이었습니다.